这个男人在街上找小混混打架，只见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两个人面前，直接问他们愿不愿意和自己打一架。两个小混混一脸懵逼，站起来招手让远处的朋友也一起过来。远处走来两个满身纹身的男人，这两个一看就不好惹啊！纹身男问你们要干嘛？戴帽子的男人叫安保刘辉野，他是日本职业格斗选手。安保刘辉野和他们说明了来意。戴眼镜的纹身男表示不可思议，并且随即认出了安保刘辉野。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找一家拳馆好好的切磋一下。眼镜纹身男表示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要不然就在这里打吧。安保刘辉野留下地址以后，自己先来拳馆热身。等了一会，混混们也就到了。刚才是4个人，这一次来了5个人。他们带来的这个人是金牌打手，也是他们圈子里面最能打的人。他一听说对手是安保刘辉野，自己主动要求要过来和安保打一架。说话间，混混们就开始热身。等一下要车轮战安保刘辉野。看看刚刚来的这个兄弟啊，确实应该是一个高手。好，第一个上场的就是这个纹身男小黑。小黑第一个走进八角笼，他迫不及待的就想尝一尝职业选手的拳头的威力。好，比赛开始，小黑率先出拳，左右勾拳击服。安保慢慢的逼近。安保的护腿可能不太舒服，想调整一下位置，结果小黑不给他机会，小黑扫踢后手拳勾拳，小黑这一波一顿操作猛如虎，力道不如小老鼠。安保高扫，小黑上步左右摆拳。你还别说，小黑虽然说打得不怎么样，但是勇气可嘉，也不恐拳，而且还敢于进攻。这样的人在街头打架绝对是1顶1的好手。和安保互相换拳，安保当然是收着力的打，不然我估计早就 KO 了。安保顶膝爆杆拳，小黑终于顶不住了，趴在地下。安保终于有机会调整一下护腿了。小黑很顽强，爬起来要继续打。小黑的兄弟在台下给小黑打气加油。小黑扫踢，安保高扫，小黑后手重拳，但被安保再次踢中肝部，小黑痛苦的倒地。过了几秒钟，小黑再次站起来。小黑说：“我可以被打倒，但我就是不服。”小黑被连续爆杆2次，他现在一心就想报仇。安保连续组合拳，小黑被打懵，第3次倒地。就在我们觉得小黑要放弃比赛的时候，他居然又站起来，再一次向安保发起了挑战。小黑齐腿后扫踢，安保一个底膝，小黑第4次倒地，这下应该比较重了啊！比赛时间到。接下来这场比赛，花臂男继续挑战安保刘辉野。花臂的体重和身高都比刚才的小黑占有很大的优势，从报价来看也更加的专业。安保刘辉野的杀手锏双飞踢，说这是双飞踢，很多专业人士要抬杠，这里我们就不多做解释了啊，普通拳迷能看得懂就行。4拳试探，前摆加后扫，这个后扫有点重啊。安保组合拳加高扫，花臂男防住了啊。换拳中，花臂男被打中一拳，安保左右扫腿，转身后扫，安保现在是收着力在打。安保的身高臂展在他这个级别啊非常有优势，从今天和小混混的对决也可以看得出来。勾拳击服，这几拳有点像王八拳了。安保打累了，把花臂男打几拳，前勾加后扫，花臂男打出去的动作其实还挺标准的，应该也是接受过正规的训练，只是拳腿的穿透力不够，说明他的训练还是不够刻苦啊。安保高扫，其实花臂男的报价一直都不错，安保如果收着力打的话，也很难打穿他的报价。最后几秒钟，安保加快了进攻节奏。好，时间到，花臂男也是输得心服口服。如果前面这2位是今天的开胃菜的话，那么后面上场的这位终极大 boss， 让职业选手都猝不及防的混混，到底有多能打，一定能颠覆你的3观。
好，更多精彩尽在小北格斗频道，记得点赞、收藏加转发，我们下期再见。他是流氓界的扛把子，他是混混中的战斗力之王。他今天要挑战职业格斗选手，看他走路的姿势，多少有点嚣张。这个混混叫井上，从他的身材也可以看出，这家伙绝对是一个练家子。这家伙是不请自来。作为职业选手的安保刘辉野，看到他嚣张的模样，不免也有一些紧张。井上在比赛前不停的用言语挑衅，到底是谁的拳头更硬？好，接下来这场比赛，混混之王挑战职业格斗选手，现在开战。井上高扫开路，根本没有试探。安保怀疑高扫踢，前手拳打中。哇，这个一拳一腿啊，可以听得出来，安保这一次根本就没有收力。啊，井上确实有实力啊！井上身上的肌肉说明他平时都有刻苦的训练。井上防得非常的好，一招一式毫无破绽。安保开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目前看来还是没有破防，互相换拳。井上开始反击，这一拳一腿一招一式都有着职业的水平。安保前刺拳命中，职业选手的速度更快，而且安保的手臂更长。安保扫踢左右摆拳，井上被逼到笼边，但是防得非常好。井上转身摆腿，没有打中。前点后扫，井上的每招每式都是狠劲十足。安保前勾加扫踢，井上想打后手拳，被安保精准迎击。安保现在是越打越自信了，刚开始以试探为主，后来发现井上的拳腿虽然很重，但是速度比较慢。井上使出了双飞踢，要知道这可是安保的杀手锏。安保是越打越嗨，进攻频率也越来越快。前手拳再次命中，安保的臂展啊，真的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前扫踢，井上怀疑扫踢，这下踢的有点高啊。井上左右轮摆，但是完全没有打乱安保的节奏，双方拼拳，最后几拳都打中了，非常的重啊！好，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井上是想最后一波抡拳把安保放倒，结果最后拼拳啊，并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差点被 KO。安保说：“你是真的强啊！”井上说：“你这小子真难对付，差点把我给打晕了。”安保说：“你在普通人中真的是很强很强了。”接下来是今天车轮战挑战的最后一位，他叫大文，这家伙的后背和双臂都纹满了纹身，身高也是今天挑战者中最高的。井上和他说：“你赶紧和他打，安保的体能已经不行了。”他连续打了3场。从视频画面来看，大文的身高和安保刘辉也差不多，但是体型好像壮了一圈。大文居然下潜抱摔，看来是想打 MMA 规则吗？安保拿到一个断头的位置，大文想凭借蛮力把安保摔倒，但是安保的核心力量非常强，大文并没有成功，反而是安保的断头把位越来越紧。双方同时倒地，大文现在在上位，安保2只腿控制住大文的一条腿。大文想挣脱，安保趁机来个翻转，把大文压到身下。大家要知道啊，安保刘辉也是站立高手，他可不是招商未来，他从来没有练过巴西柔术，或者说很少练巴西柔术。安保刘辉爷来到上位压制，大文从后面逃脱。目前双方根本就没有真打，现在是以玩为主，因为这个拳套啊也不是分支拳套，也是不太好控制对方。安保把大文压在身下，开始想上位砸拳。大文想强制起桥，但是没有成功。安保上位砸拳，但是每一拳啊都是很轻，并没有发力啊。好，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我是你们的小北哥，看格斗故事，品百味人生。喜欢小北哥的视频，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安保把牙套都吐掉了，最后这场比赛啊也是以娱乐为主。
安保想做十字固，但是这个动作是错误的。现在大文是强制起身，来到了上位，还有最后10秒，开始上位砸拳。安保在下位抱头防守。好，时间到。总的来说，安保的体能今天是接受住了考验，打了4场比赛，其中毋庸置疑第3场的井上是4个人中实力最强的。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我们下期再见。这个男人一巴掌打在对手的脸上，要知道这可是柔术比赛。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的愤怒？那么接下来就由观众老爷们来评评你到底是谁对谁错。比赛一开始，光头冲向背心栏，这光头应该是练过铁头功，用自己的头狠狠地撞在背心栏的脸上。背心栏倒地以后，光头想做上位压制，被背心栏控制了一条腿。裁判暂停比赛，来到场地中央，背心栏向场裁们投诉光头用头撞自己，但是并没有收到回复，比赛只能继续。背心栏主动倒地的同时被光头踢了一脚。柔术比赛中主动倒地是不扣分的，但是被踢了一脚以后，裁判就可以认为这一下是被踢倒，光头可以得2分。背心栏拉住光头的右臂，想做拿背的动作，结果被光头抱了起来。双方来到场外，比赛再次暂停。柔术的规则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大家就看视频内容，应该也会有自己的判断。等一下在评论区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背心栏再次主动倒地，又被光头扫了一腿，这样看来光头又得2分。背心栏保持在地面，光头也是丝毫没有办法。光头想做压制，背心栏转身，漂亮！背心栏想做3角锁，背心栏成功大扣，哇，这个3角锁有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黑人女裁判居然把他们叫停了，背心栏有点莫名其妙想不通。有没有柔术高手来解释一下这次喊停是为什么？反正我是没有看懂。比赛再次继续，背心栏再次主动倒地。从刚才的动作来看背心栏确实是地面技术非常的强大。背心栏倒地又被踢了一脚，光头又得2分。背心栏继续在地面寻找机会，光头还是有点害怕他的光头再次用他的铁头功狠狠地撞向背心栏的脸，把背心栏给撞倒。就这一下绝对是撞得脸眼冒金花，这也不知道算不算犯规这个时候背心栏有点发火了，看得出来他现在非常生气，鼻梁这里也被撞破了。哇哦！背心栏一巴掌打上去，哇，这一下也是非常重这就是所谓的爆发，恩怨仇恨积累的太久，一瞬间爆发出来。我就是输了比赛也要打你一顿，方解我心头之恨。对于这场比赛，我也问过专业人士的看法，基本上和我们看到的差不多，裁判可能还是有点业余，或者是有点偏叛，起码那个3角锁是有效的最后要感谢一下中国名将袁春波。我是袁春波，今年10月份在成都，老师给发的排球术黑带，现在是中国的第4名。